Hello，大家好，今天两个小技巧教大家做出来又有汤汁又非常清新可口的鸡汤小笼包。400克的普通面粉，先往里边放4汤匙的油。说是烫面，其实不是用100度的沸水，而是用70到80度之间的沸水，不是沸水，刚说完不是沸水的热水来烫这个面。400克的普通面粉加240毫升的烫水，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的比例，因为我这个面粉它的吸水程度和你家的面粉不一定一样，所以呢，你要适当的调整一下你的用水的用量。总之，要把它揉成这样稍软的团儿。大概揉个3-2分钟就能揉成团儿。现在它不会太光滑，醒面20分钟，我们再回来管它。现在做肉馅儿，350克的猪肉馅儿。我这里呢，肥肉大概占了30%左右。要有点肥的才好吃嘛，对吧？往里边放屏幕上显示的这些调味料，具体的配方，和一些精确的比例，可以在屏幕上一边看视频一边看到，也可以在视频下边有一个小三角下拉，它的描述栏里边，我都有精确的比例。姜要放的多一点，我放了20克姜，切成泥。姜能非常有助于调节这个肉类的去腥增香的一个作用。然后呢，使劲把它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劲儿，这一步非常重要，否则你做出来的馅儿都是散的。现在教大家第一个小技巧。往这个里边放汤汁，放什么？放350毫升的，高汤，鸡高汤。你可以用鸡骨头、鸡架子炖，也可以去超市直接买这种做好的鸡高汤，它有这种一个一个小的胶块儿。还有一点呀，要分次的倒入。这个就是教大家今天的第一个小技巧，分次倒入这些鸡高汤，能让这个出来的有汤汁，而且呢，这个应该算是非常简单的了，相比于要做猪皮冻。现在呢，告诉大家第二个小技巧，也就是说，这个灌汤小笼包它有汤汁了，那怎么能让它变得更清新呢？因为都是猪肉嘛，里边也没有别的菜，那我就用半只黄瓜，就是为了给它一点新鲜的蔬菜的清新的感觉。其实你吃的时候几乎是看不到黄瓜的，因为用量很少。这样放半个黄瓜，既不破坏它本身的味道，又给它增加一种非常新鲜的那种感觉。黄瓜放进碗里边放1茶匙的盐，要至少放20分钟，把它的水给逼出来。咱们刚才放猪肉馅里已经放了很多很多的鸡汤了，它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水分。20分钟以后，里边的水就很轻易的能挤出来。说是很轻易呀，只是说它能挤出来，你要非常的使劲的去挤这个水。
大家看，半根黄瓜能挤出这么多水来。然后把它切碎了，当然，黄瓜这样处理一下，放进馅儿里边，不要放太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技巧。如果做纯肉馅儿的话，又想不要那么腻，那就推荐大家试试这个方法，真的百试不厌。放到刚才调好的馅儿里，还是冲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进去。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馅儿比刚才来讲没有那么水了。我是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我把它放进冰箱的冷冻，放了10几20分钟，在腌黄瓜的时候就顺便把它放了。这样你在包的时候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难，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煲汤包的，达不到人家就是用水馅儿都能包出来的那种程度。所以，咱们要的就是一个好吃。这个烫面呢，稍微揉2下，它就变光滑了。是400克的面粉，350克的猪肉馅儿，大概能做出36个小汤包。我们家是2个人吃，其实这个量3个人吃也是足够了。但是我们饭量比较大哈，如果你跟我饭量一样，你就再多加点料。擀劲儿的过程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也许你擀的比我好哈，但是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我经常在家从小就给妈妈擀饺子皮儿，所以用这种办法，一边转一边擀它，擀得又快，又能让它中间厚两边薄。我拿出我的看家的大擀面杖，从国内带过来的。这个擀面杖用的比较爽，两边薄一点，中间厚一点，让它兜住它的馅儿不露出来。下面就开始包啦。取适量的馅儿。我感觉大家如果不是经常包包子的话，第一次没那么容易能包上哈。说实话，但是你练个2、3次、3、4次，就能包上了。这样用左手的大拇指来帮它往里戳这个馅儿，然后扶着这个面，就更容易包上了。哎，好了，我这个小包非常的小。如果你是包包子的大神，如果你经常包的话，你可以里边再多放一点馅儿，多放一点馅儿，里边的汤汁就会更多。这就是我目前能包的程度，我也会一点点进步啊，以后再和大家分享。觉得上边有一个小尖儿是挺可爱的，用沸水蒸它，蒸10分钟。我这个包子呢非常的小，所以10分钟。如果你包得更大，那就适当增加5、6分钟的时间，来保证给它蒸熟了。小笼包出锅的这一刻真的是非常满足，已经能闻到它这种香味了，就像经过包子店那种感觉，特别幸福。因为我拍摄的原因，所以没有来得及拍里边的那个汤汁。按照我这个配方做呢，一个小笼包能出来1勺的汤汁，非常的鲜美好吃。希望你们喜欢。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在下边给我留言，我都会尽快给大家解答的。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啦，拜拜。